欢迎来到文思修，文思修陪你聆听佛音，平息烦恼，安顿身心。愿人心得到净化，人间变成净土，实现真正的和谐。这一期来聊聊虚云老和尚传奇的一生。我们分5个方面来聊。虚云老和尚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僧侣，他1918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省。他在年轻时就展现出了对佛教的浓厚兴趣，并在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佛教导师和学者。虚云老和尚在中国和海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创办了许多佛教学校和寺院，包括在美国加州的华严佛学院。他的教导强调了佛教的实践和智慧，他的著作和影响了无数的佛教徒。虚云老和尚的一生致力于传播佛教的真理，他的贡献对现代佛教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虚云老和尚作为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一位杰出高僧，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深厚的佛学造诣。以下是对他一生经历的简单介绍。第一，早年与出家。虚云老和尚俗家姓萧，名古言，字清德，后改字为玄游，号虚云，籍贯湖南湘乡，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他幼时从师读儒学，后来19岁到福建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常开老和尚为师。次年依妙念和尚入具足戒。年少时，他就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15岁时，他离家出走到寺院求法，但因家人强烈反对，他不得不回家。直到19岁时，他再次离家，并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出家，取名为常开，字德清。在出家之后，虚云老和尚开始了他的佛学修行之路。他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拜访名师，勤学苦修。通过这些年的修行和积累，他逐渐成为一名卓越的佛教高僧，并在中国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第二，参访与修行。虚云老和尚一生致力于参禅访道，参访与修行经历丰富且深远。他的一生充满了寻道、修行与弘法的故事。早年，他参访了许多名山大川，拜访名师求法。比如，他曾在江西云居山、安徽九华山、湖北武当山等地的名山大刹研习经教，参究禅宗。他还曾远赴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朝礼佛迹，积累了深厚的佛学修为。在修行过程中，虚云老和尚展现出了极高的毅力和决心。他曾在40岁时发心朝拜五台山，以报父母深恩，由普陀山法华寺起香，3步一跪，历经3年，备受饥寒而道心郁朗，终于到达五台山。在云居山期间，虚云老和尚不仅专注于个人修行，还积极修复和重建寺庙。他以自身的行为诠释了佛教的精神，吸引了大量的信徒。无论是遇到艰难险阻，还是面对社会动荡，他始终坚持弘扬佛法，秉持慈悲与智慧。他的这些经历不仅体现了他对佛法的坚定信仰，也对后世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每一次参访，每一段修行，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和环境。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每到一处，总是用佛法教化人心，推动佛教的复兴。第三，
重新主题与弘法。虚云老和尚在佛教界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重新复建了多座古刹名南。他先后重新了积竹山迎祥寺、昆明西山华祥寺，后来改名为灵溪寺。南华寺、云门寺、云居山真如寺的6大主题，为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寺院的重建不仅仅是建筑上的成就，更是对佛教信仰的坚守和传承。在弘法方面，虚云老和尚一生一难、一藏一密一宗，行遍天下，由自度而度人。他广结善缘，法师信徒达100万众，为后世禅宗复兴培养了大量的护法居士和弘法高僧。虚云老和尚四处讲经说法，传播佛教教义。他不仅仅是在寺院里弘法，还走入社会，倡导和平与慈悲，影响了无数信徒和社会各界人士。他的教导深入浅出，既有深刻的佛理，又能结合实际生活，启发人们的智慧。虚云老和尚的一生致力于弘法，他的精神和教义一直影响着后世。他的这些努力和贡献，使得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和发扬光大。第四，晚年与圆寂。虚云老和尚在他晚年生活中，继续不懈地弘扬佛法，即便是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精神影响了无数佛教徒和社会人士。虽然年迈，但他的智慧和慈悲心从未消减，继续致力于佛教事业。他历任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南华寺、云门寺等多个所寺院的主持，并积极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与成立工作。1959年，虚云老和尚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圆寂，寿120岁，戒纳101。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佛教的奉献和对人类的关怀，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佛学遗产和精神财富。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的精神和教义依然流传至今，影响后人。虚云老和尚的晚年，尽管身体上的挑战越来越多，但他从未停止对佛法的追求和传承。他的圆寂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世，更是一位伟大的精神导师走完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旅程。综上所述，虚云老和尚的一生是修行与弘法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佛教的慈悲与智慧，为后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第五，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思想对当代佛教僧团建设的影响。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思想对近代中国的佛教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他在佛教的戒律、禅修、义理等方面都有不少重要主张和建树，并强调戒定慧三法圆融。在新时期，佛教的僧团及其广大信众应该发扬虚云老和尚关于修行的积极思想，努力加强佛教僧团的自身建设，造福社会，利益众生，为构建和谐的当代社会做出贡献。虚云老和尚自皈依佛教后，一直努力修行，他的高僧风范和对佛教的重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他对佛教修行的见解和实践上。佛教广义的修行包括所谓戒定慧三学。虚云老和尚对于佛教的三学都很重视，对禅定和戒律更是极为强调，因为这两者是获得佛教至上智慧的重要保证。没有戒律和禅定作为基础，要达到佛教的最终目标是不可能的。
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思想也主要体现在关于戒律与禅定的观念上。佛教的戒律在释迦牟尼佛初创之初即开始提出，但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通行的佛教戒律，都不是在早期佛教时期就已完整提出的。后世流行的戒律是在佛教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和完善的。在中国流行的佛教戒律更是如此。虚云老和尚对于中国近代佛教戒律的完善和具体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这方面思想是中国近代佛教戒律发展史中重要的内容。虚云老和尚在论及佛教戒律时，特别重视其中的五戒。他说：“五戒若全，则不求人而恩早，不兴义而益夫，不起利而礼利，不行智而治民，不慕信而信扬。”虚云老和尚把佛教戒律的基础内容与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密切关联和紧密相关。佛教所谓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妄语。这些内容在虚云老和尚看来，与中国原有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直接相关的。杀偷淫可归于不仁不义的行为，饮酒属于不理不智不自举，妄语属于不信的行为。如果能戒除这些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自然也就能够得到彰显或发扬。虚云老和尚这样的解释五戒与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将佛教的修行行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善行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反映了他努力对印度与中国的两种文化加以融合的态度，显示了他修行理论的重要特色。关于戒律，虚云老和尚还认为，欲求世界和平，人人当以三规为本，而三规所立志，有志当有行，行以念佛为最简便，而以持戒为根基。若口念弥陀，身行恶行，或心中散乱者，亦属徒然。虚云老和尚在这里将持戒作为根基，认为要获得世界和平，就不能行恶行。而佛教的持戒，在他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不仅强调了持戒在佛教中的作用，而且将其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动荡，一些佛教僧团组织混乱，圣人素质低下。新中国成立之后，虚云和尚致力于进行整顿，特别提到佛教的戒律法规。如他要求严刑规定僧徒的资格定义，必须出家住院，服装皈依，恪守戒律法规，方可称之为僧尼，方能享受僧尼的权利。这些要求对于恢复佛教僧团正常的活动，促进寺院的基本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强调佛教戒律和法规的重要性方面，虚云老和尚还有不少其他贡献和建树。这些贡献和建树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整顿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禅定是虚云老和尚十分重视的修行内容。他在先禅的先决条件中说，万缘放下，意念不生，是参禅的先决条件。不应随一切幻事的生处意灭而其心厌舍取，一放下，一切放下，永远放下，叫做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别不起，执着永离，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体显露。这是参禅的条件具备了，再用功真参实就，明心见性，才有分。虚云老和尚对于参禅的理解，侧重在消除各种不实在的妄念，不执着于任何东西，不生任何妄念的基础是认识事物之性空。
对于性空的东西自然不能执着，因此理解到事物的生住异灭不过是幻识的变化，也就能万缘放下，才能妄念自消。虽然虚云老和尚立足于佛教的根本思想，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坚持佛教的特殊智慧，这是其禅定理论的主要基础或根据。他的参禅等修行与其关于空的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思想实际上涵盖了佛学的三学的基础内容。他本人对三者在修行中不可偏废的道理是十分清楚的。他曾这样说：界定为三法，不能偏废，要三法圆融，才得无碍。虚云老和尚一生的宗教修持，他对佛教的种种看法以及相关实践，都体现了其在这方面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佛教在印度与中国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理念，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对佛教僧团在当代的健康发展，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一期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文思修的节目，请关注我们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咱们下期再见。